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打工易之日常》，我係 Jackie。相信我睇我 channel 嘅朋友咧，有一部分都係中意玩超合金嘅。今日就要同大家介紹一件好厲害嘅嘢，就係佢啦。合金大家玩得多啦，由 Good Smile 即係好微笑公司出品嘅超合金，大家有玩過未咧？以前講起 Good Smile 咧，多數就會諗起黏土人啊、Figma 嗰類比較女性向啲嘅 figure 嘅。但係近呢一兩年咧，佢哋好積極出呢個機械人玩具喎。今次呢入超獸機神咧，我就抗拒唔到啦。睇過佢嘅設定同初模咧，真係好吸引。第一次買佢哋嘅超合金，之前嘅勇者我都冇幫襯嘅。我自己就唔算係超獸機神嘅 fans 嚟嘅。以前動畫做嘅時候，我都係斷斷續續咁睇嘅。不過我就好中意佢嘅設定喎。超獸機神近呢幾年出合金咧就多翻少少，但我自己本身就唔係儲好多啫喎。有呢盒千直鏈嘅出品，咁我呢盒咧係第一代嚟嘅，關節量麻麻地啊。咁講到超合金，當然唔少得 Bandai 嘅超合金魂啦。今集除咗介紹 Good Smile 呢盒之外，亦都會同呢兩盒比較一下，究竟今次 Good Smile 嘅出品同呢兩位前輩有冇得揮呢？睇完今集大家就會知啊。今次呢盒超獸機神非常之大盒，外盒冇乜花巧嘢，就咁印咗斷空我3個字喺度。盒底亦都差唔多將全部玩法印晒出嚟。包裝方面以呢個價錢嚟計，算係普普通通。上下兩層包裝配件睇落去唔算好多。先睇一睇包裝上層嘅配件。下層嘅配件係地台龍飛翼。說明書頭兩版略略介紹咗4部機嘅各種形態、配件啦。之後全部都係變形同合體嘅玩法，跟住落嚟就會同大家介紹。鷹戰機總共有3對手型，係咁多部機入邊最多嘅。關節全部都係金屬，攞上手都有少少重量。依家睇一睇佢嘅可動性，我呢隻膊頭關節係比較緊嘅，隻手咁幼呢，玩嘅時候真係要小心啲。成隻鷹戰機嘅人形都幾好扭，咁細隻嚟講，開動範圍都算唔錯。手型係連埋手踭關節一齊換嘅。另外跟咗一對打開嘅手掌同埋揸槍嘅手型。地台後邊收藏咗鷹戰機嘅支架。固定方法竟然係用磁石，玩具嚟講真係好少見。將佢同合金魂同埋千直鏈比較一下，外形、用料同埋關節都係今次 Good Smile 做得最好嘅。合金魂係少咗一個手踭關節，千直鏈就差少少啦。依家將人形變成鷹戰機，喺呢個膊頭位向上屈嘅時候要小心啲。將雙手向內捲埋一齊就可以。拉出埋個機頭就完成。外形都幾似一隻鷹，感覺上都唔錯。機艙蓋用咗透明件，隱約可以見到裏邊個駕駛艙。將支架頂部嘅連接位反轉，都係用磁石固定。比較埋另外2部嘅鷹戰機，合金魂望落去都唔係好差嘅。
包裝入邊跟咗一件火鳥突擊嘅特效件，簡單裝上去就得。望落去真係幾靚下。睇返地圖同說明書，我相信呢件特效件係製作後期加上去嘅。獅同豹兩部機設計方面好類似，咁可動性同埋變形呢，我就會集中喺獅戰機嗰度介紹嘅。人形嘅外形好靚仔，除咗拳頭上面兩個窿之外，基本上都冇乜破綻。合金集中喺小腿同大腿上面，膊頭位有齒輪關節，成隻嘅可動範圍好大。有轉腰，股關節係波狀，膝頭係齒輪關節，腳掌嘅貼地都唔錯。槍係普通嘅啤膠式，槍柄可以轉。炮戰機除咗外形，其他位同獅戰機差唔多。呢兩款獅同炮戰機嘅人形真係幾好玩，造型方面可以講係玩具入邊數一數二咁好。合金量同埋可動性我都好滿意。同合金雲同埋千直鏈比較一下，合金雲就比較鈍少少，千直鏈反而造型唔錯，不過可動性係三款入邊最低嘅。估唔到今次 Guzmao 真係出得幾好，外形同關節都係三款之中最好嘅。而家變形到野獸形態，變形方法同合金雲同埋千直鏈都係差唔多。腳板有一個榫位，可以同身體同埋前手踭固定，不過就唔算扣得好緊。合體時候稍為用力可能會甩返出嚟。我個炮戰車喺變形嘅時候，竟然發覺手臂有一件錯件，可以睇到前後個榫位係扣唔埋嘅。呢個屬於手臂嘅位置，我打開嚟望一望，原來有一邊係倒轉咗嚟裝，真係估唔到呢個價錢都會有呢個錯漏。戰車形態就完成啦。又再比較一下，外形方面，合金雲除咗細少少，造型都唔錯。千直鏈就比較遜色啲。炮戰車今次 Guzmao 做得好流線型，我自己就覺得比較討好。依家將佢變成野獸形態，基本上都係將啲手腳拉返落嚟就可以。獅子就唔係好似獅子，但係豹啊幾似豹喎。兩隻嘅野獸形態都好大隻。野獸形態嘅後腿部分 Guzmao 就做得好好。柄帶同千直鏈嘅造型就似猩猩多似獅子老虎。最後介紹埋象戰機，佢係咁多部機入邊最重同埋最大嘅，真係重得好緊要。因為作為主體嘅關係啦，佢身上面嘅齒輪關節都係好實淨嘅。後面支炮要另外裝返上去。機艙側邊有兩支炮仔都要另外裝嘅。包裝就跟咗一對軟同埋一對硬嘅，軟嗰對我就唔係好裝到啦，所以我最後都係裝對硬嘅。象戰機身上面有幾條履帶，都係真履帶嚟嘅。雖然唔知可以擺幾耐，但係呢種履帶我自己就真係好中意。象戰機嘅可動性，
某程度都代表咗整隻超手機神嘅可動能力，所以膊頭同埋股關節嘅齒輪都係特別勁嘅。由於兩隻小腿都係金屬，加上要承受埋合體咗之後嘅重量，股關節嘅齒輪真係好緊實。腳嘅關節大概都係90度左右。包裝跟咗兩對全可動手指嘅手型可以替換。履帶褪出嚟可以頂實入邊個連接位。跟咗支炮，顏色係單色嘅啤膠色，感覺真係麻麻地。要用可動手指嘅手型先可以揸到。像戰機嘅可動能力其實唔差，不過因為冇貼地咧，可以擺嘅姿勢亦都有限。三款入邊，我自己都係最中意今次 Good Smile 嘅造型，成個比例最好。千直鏈就頭細身大，合金雲就成個比例都怪怪地。呢隻象戰機真係重得交關，我決定磅一磅佢睇下係咩料。原來淨係佢都重過1kg。再睇埋合金雲，都唔差喎。最後就到千直鏈，同佢嘅 size 成正比。先變戰車形態，今次 Good Smile 值得一讚呢，係個變形一啲都唔複雜。老實講，之前 Bandai 同埋千直鏈呢，變呢隻象都係變到我一頭霧水嘅，反而今次 Good Smile 呢隻簡簡單單就可以做到啦。我自己都有買少少黏土人同埋 Figma 嘅，真係估唔到今次 Good Smile 出合金可以出得咁好。今次可能未必係你杯茶，如果之後有啱心水嘅產品出，大家真係值得留意下㗎。呢個斜位唔使撳掣，唔使剩，但係 lock 得又幾好喎。像戰車變好之後，真係成座堡壘咁巨型，亦都跟動畫一樣變咗戰車之後係見唔到象牙嘅。呢部分都做得比合金雲同埋千直鏈好。又將佢哋比較一下，合金雲嘅密合度其實都好高，唔係好見到有咩窿窿罅罅，係隻象角突咗些少出嚟啊，差少少。戰車形態千直鏈就做得麻麻地，中間有一大個窿喺度。而家變返做象嘅形態，大概都係將啲手腳屈返落嚟。成個變形都冇乜花巧嘢，跟說明書變過一次之後，都大概識得點變㗎。屈返啲象角啊、耳仔同埋象鼻出嚟就搞掂。象嘅形態變咗出嚟都係唔錯嘅。再睇下超合金雲同埋千直鏈。千直鏈嘅象鼻係唔合格嘅，膊頭太過巨型。合金雲其實唔差，不過變形就複雜咗少少。條象鼻都唔係咁夠氣勢。合體前4部機都有少少嘢要做準備嘅。將鷹戰機變返做頭部，合金雲同千直鏈主要用兩隻手仔嚟做同主體嘅連接位嘅。Good Smile 呢款就完全唔同，陣間合體嘅時候就可以睇到個分別。將個鷹頭收返好就完成。獅子龍炮戰車要喺身體上面開返個筍位出嚟，車尾要拉起少少，準備連接主體雙腳。象戰機要打開同鷹戰機嘅連接位。
將膊頭嘅組件打開就變成長膊頭，好簡單就做到。打開埋呢個連接位就準備好晒。雙腳先套入車尾，再將身上面嘅榫位同連接位結合。呢個合體方法比想象中實淨。頭部依靠一粒磁石嚟結合，呢個方法幾好喎。斷空我嘅合體完成啦，玩到依家都感覺唔到有咩大問題。唔計腳嗰件錯件，成隻嘅結構都好穩陣，個樣都幾精悍。睇下合體咗之後嘅可動性係點啊？啲齒輪關節聲幾好聽。呢個象鼻有一個上下分開嘅設計，分開裝返上去之後，條腰就可以轉得啦。裝咗兩隻腳掌之後，股關節勉強仲可以夠力承托，腳掌都有貼地，頭部個嘴可以開合。斷空劍係一體過，劍柄係唔可以拆出嚟嘅。同合金紋一樣，呢支帶根係可以組合嘅。不過幾把武器嘅用料就麻麻地，感覺上好似砌緊一件未上色嘅模型。摸上手覺得加料都幾脆弱，收得呢個價係咪可以做好啲呢？斷空我有一個 booster 可以裝返喺背脊上邊，將飛人形態變返做合體模式。合體前要將斷空炮拆落嚟，成個 booster 都係就咁扣上去。雖然唔係固定得好實在，但係勝在簡單。依家將所有炮裝晒上身，做呢個斷空炮 formation。最後介紹埋呢個咁大個嘅地台，簡單3個支架就組合完。配件本身都唔係好多，不過放晒上去之後，先發覺原來有幾件配件係冇遇到位擺上去嘅喎。陣間都會同大家講下。簡單單就將所有嘢擺晒上地台，成座睇起嚟真係好有氣勢。比較一下3個唔同時期嘅斷空我。外形方面，你哋又中意邊一款呢？最後我會幫佢哋磅一磅重，睇下體型同重量會唔會成正比。Goose Mouse 重 1.4 kg， 超合金魂重 1.2 kg 左右，千直鏈重760 gram。哇！玩完一輪之後，成個人都攰晒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好睇嘅，希望大家都可以俾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。咁我好想喺度分享下呢款Goose Mouse 出品嘅少少優點同缺點啦。我哋先講優點先。第一樣，佢夠大隻。3款入邊最高大就係佢啦。咁有師兄可能會好奇啊，究竟 Goose Mouse 出品多唔多合金呢？其實係多嘅，單睇每隻都有合金成分。咁我覺得個量咧係都足夠嘅。話晒呢款都係可以3變噶嘛，人形嘅可換性高。未合體前4部機外形都幾靚仔下，無論機械人同獸型咧都做得唔錯嘅。成個合體過程都算簡單，
有啲嘢更加估佢唔到，個頭竟然用咗磁石嚟合體喎。除咗鷹戰機之外咧，其他幾款都用咗大量嘅齒輪關節。仲有一個優點，亦都係我買超合金首要考慮嘅嘢，就係整體上忠唔忠於原著咧。咁呢就係可以讚嘅。無論分體同合體外形都好忠於原著，單體嘅可動性咧冇乜問題嘅。咁合體之後又點咧？都 OK 喎。以咁大隻同咁重嚟講咧，係我可以接受嘅範圍嚟嘅。咁講完優點，梗係講下缺點啦。咁我喺度玩落去嘅時候咧，覺得佢細節位嘅上色差少少，尤其是係武器部分啦，無論支槍啊、後邊支炮啊，全部都係啤膠色嚟嘅。咁其中有一樣我比較失望嘅咧，就係呢隻腳咧有錯件啦。咁呢個錯件係令到我合體方面咧有少少影響嘅。買到咁貴都有錯件，唔係話。咁我之後都會嘗試睇下可唔可以自己解決呢個問題嘅。如果唔得，就攞翻代理度搞佢。咁最後就講一講佢嘅地台啦。除咗夠大之外，亦都可以擺晒所有武器上去。但係唔知點解咧，就爭幾件配件咧，佢又冇預位俾你擺嘅。咁呢方面我覺得有少少浪費咗咁大個地台。鷹戰機就預咗個支架俾佢擺嘅，但係其他咁多款咧都冇嘅。其實整體上嘅缺點唔係好多啦。咁我大部分都可以接受嘅，係錯件我接受唔到嘅。唔知大家會唔會同我一樣有同一個錯件嘅問題咧？喂，如果係嘅話，真係要夾埋一齊同代理講下喎。呢度3款超獸機神，到底我自己中意邊一款咧？咁我暫時嚟講係最中意呢款 Ghost Smile 出品嘅，雖然有少少缺點，不過無論外形同做工咧都係唔錯嘅。但係佢嘅價錢足足係超合金魂嘅2倍喎。我自己覺得性價比咧就唔係好高嘅啫，純粹我自己覺得咋。Bandai 呢款已經係20年前嘅設計，咁以咁多年前嘅設計嚟講，你話係咪輸佢好多咧？其實唔係喎，可換性其實都真係仲係好好嘅。加上咁多隻嚟講咧，佢嘅性價比我覺得係最高嘅。咁都講下呢隻千隻鏈啦。當其時嘅超獸機神商品咧，其實唔算好多。呢隻係佢哋啱啱第一次出嘅超獸機神。咁好多師兄都知道佢膊頭關節有問題啦。咁我呢隻都唔例外嘅。除咗關節比較差之外咧，分咗體之後個可換性都唔係好高。咁以性價比嚟講咧，我覺得佢係最低嘅。因為當其時佢嘅價錢咧係貴過超合金魂。關節改咗合金之後嘅新版我就冇玩過啦。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對呢隻超獸機神有咩意見嘅，都喺影片描述欄下邊留言同大家一齊分享下。今集就講完咁多先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。